各位智慧晚年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雅琪。您有没有想过，从60岁起，每次坐飞机可能都在白花冤枉钱，还错过了航空公司为年长旅客准备的隐藏福利。同样是经济舱，别人可能被照顾得更周到，而我们却可能花钱又受罪。今天雅琪就来做揭秘人，把这些不为人知的福利一一说清楚，帮您全部拿回来，让今后的飞行从奔波变成享受。在开始前，想请大家帮个小忙，如果您也曾为坐飞机累而烦恼，或想知道如何飞得更轻松、更省钱，请在评论区打出想知道。同时记得订阅关注智慧晚年频道，这样每一期改善生活质量的干货视频您都不会错过。您的支持是我持续为大家寻找福利的最大动力。我们稍后见。好啦，咱们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今天咱们不聊那些虚头巴脑的大道理，也不用任何听不懂的航空专业术语，就像唠家常一样，实实在在的聊聊咱们60岁以上的朋友坐飞机这档子事儿。我听过太多叔叔阿姨跟我吐槽了，说坐一次飞机腰也疼，背也酸，在机场里走来走去，腿跟灌了铅一样。为了省点钱，买票的时候看到那些要加好几百才能选得好座位，手点了几次都没舍得，最后只能听天由命，系统给分到哪儿就是哪儿。其实啊，雅琪听多了之后发现了一个核心问题，很多时候不是咱们享受不起那些服务，而是咱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服务对咱们来说本来就是免费的，或者至少是可以打折的。航空公司啊，它本质上也是个生意，它为了控制成本，提高利润，这些针对特定人群，比如咱们老年人的优惠政策，他才不会大张旗鼓的到处做广告呢。他巴不得您不知道，这样那些好资源、好服务就能留着卖给愿意掏钱的年轻人了。但是咱们今天就把话放这儿，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您知道了这里的门道，并且懂得怎么去开口，怎么去申请，您整个旅程的质量立刻就能往上穿好几个台阶，不仅能省下一笔看得见、摸得着的冤枉钱，最关键的是，咱的身体能少受很多不必要的罪，这才是最实在的，对吧？今天呢，雅琪就花点时间给您从头到尾掰开揉碎了，好好梳理这8个最实用，航空公司绝口不提的隐藏权益。我保证每一条都跟您的钱包厚度和身体舒服程度息息相关。您准备好了吗？咱们从第一个，也是最能立刻让您感觉这钱花值了的福利开始说起。这第一个福利就是关于怎么让自己坐得更舒服的，免费或者打折选个好座位。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网上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便宜的机票，心里正美呢，到了选座的页面，一看心凉了半截。所有靠前的位置，靠过道方便活动的位置，甚至那些腿能伸开一点的紧急出口位置，后面统统跟着一个价格，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块。咱们节俭了一辈子，心想好几个小时的路程，忍一忍就过去了，没必要花这个冤枉钱。结果呢，您一忍，系统就默认您接受任何安排，往往就把机舱里最差的位置，比如最后几排紧挨着厕所和厨房的位置分配给了您。一路上听着厕所冲水声嗡嗡响，闻着各种复杂的味道，后面要是再有个活泼好动的小孩，这趟飞行下来真是头晕眼花，疲惫不堪。可是您知道吗？在很多航空公司的内部规定里，他们其实是预留了一部分位置给需要特别关照的旅客的，比如高龄老人、孕妇、带着小婴儿的家长。但是如果您在买票的环节什么都不说，也不做任何特殊申请，电脑系统就会冷冰冰地把您识别为一个普通成年旅客，那些本来可以给您的好位置，反而被系统锁起来，留着去卖给其他愿意付费选座的人了。咱们等于是吃了哑巴亏。我给您讲个真事，我认识的一位李阿姨，今年67了，去年飞去澳洲看孙子，要飞将近12个小时。她本来也舍不得花钱选座，后来我教了她一招，买完票之后，别急着等，直接找到航空公司的官方客服电话打过去。
接通之后就这么说：您好，我是一位67岁的老人，腿脚不太利索，长时间坐着不动很难受，请问能不能根据你们的政策帮我安排一个比较靠前或者靠过道方便活动的座位？您猜怎么着？客服人员核对了他的身份信息和年龄之后，非常客气，直接在电脑上操作，免费给他锁定了一个经济舱的2排靠过道的座位。那个位置如果自己花钱选，当时要加差不多800块呢。李阿姨回来后跟我说：雅琪啊，那是我飞过最舒服的一次，时不时能起来站一站，不用打扰别人，心里踏实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动作，下次不管您是在手机上自己买的票，还是让子女帮忙订的，或者是通过旅行社买的，票订好之后，请务必亲自给航空公司打个电话，或者我们稳妥一点，提前点到达机场，在办理登机牌的柜台，直接跟工作人员面带微笑地说：您好，我今年60多了，腰腿不太方便，麻烦您看看能不能帮我安排一个稍微宽松一点或者安静一点的座位，谢谢您。只要当次航班还有空余的好位置，工作人员于情于理都会优先照顾我们长者，这不是求来的，这本身就是他们的服务规范，也是我们应得的人文关怀，千万别觉得不好意思开口，我们这是在合理合规的使用自己的权益。这说完了怎么做得舒服，我们紧接着就说第2个权益，它关系到我们怎么省力气，那就是优先登机和特殊的行李协助。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登机广播一响，所有人都走向登机口，排起队伍。年轻人背着双肩包，拉着登机箱，步履匆匆，带小孩的家长手忙脚乱。我们年纪大了，腿脚速度和平衡力都比不上年轻人，挤在这样的人群里，不仅要耗费大量体力，还特别容易被碰到，万一脚下没站稳，那可就有风险，整个旅程甚至后续都会受到影响。其实您完全没必要去经历这个，绝大多数航空公司都有明文规定，需要协助的旅客可以优先登机，而这个需要协助的范围就包括了60岁以上的高龄旅客。这不需要您非得坐轮椅、拄拐杖，只要您自己觉得我挤不动这个队，我站久了心慌，您就有资格提出申请。怎么做呢？很简单，在开始登机的时候，您别急着去队尾排队，您就走到登机口附近，找到那位拿着扫描设备的地勤工作人员，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温和地说一句：您好，我年纪比较大了，身体不太方便，怕挤，请问能不能照顾一下，让我优先登机？通常情况下，工作人员都会欣然同意，要么让您从旁边先过，要么会安排您等头等舱旅客登机后就立刻上去。这不仅仅是尊老爱幼的美德，更是机场为了保障所有旅客安全，尤其是需要照顾的旅客安全的一项标准流程。我们利用了是对自己负责，下了飞机之后，另一个体力活就是等行李，拿行李，在那个转盘前面，一等就是20-30分钟，眼睛盯着转来转去的箱子都看花了，好不容易看到自己的箱子出来了，沉甸甸的，要从转盘上用力拎下来，那一瞬间特别容易不适。这里也有一个实用技巧，申请行李优先处理，怎么办？在您办理托运的时候，把大箱子交给柜台工作人员时，就可以顺带提一句：您好，麻烦您，我年纪大了，行李有点重，等下取的时候不太方便，请问能不能帮我贴一个优先行李的标签？谢谢。虽然这个优先行李服务在很多航空公司是给高级会员的，但是对于我们年长的旅客，很多直机柜员是可以酌情给予照顾的。只要您客气地提出来，他们通常都很愿意帮您贴上那个小小的但非常管用的优先标签。这个标签一贴，您的行李就会被单独放在货舱门口的位置。飞机一落地，它会最先被卸下来，最先出现在传送带上。这意味着您不用在吵闹的转盘前干等，可能下去没多久就能拿到行李，轻松离开。这个权益太多人不知道了，就硬生生在那儿站着等，白白消耗体力。下次您坐飞机务必试一试，效果很好。
这第三个权益听起来好像有点严肃，但其实是特别重要、特别实用的一个，那就是关于医疗协助和健康需求的服务。很多长辈一听到医疗2个字就连忙摆手，觉得我没病没灾的，不想去麻烦人家空乘。这个想法我们得调整一下。飞机是在高空飞行，机舱里的气压、湿度、氧气含量都跟地面不一样。我们老年人的心血管系统比较需要注意，血液循环也慢，长时间保持在座位上不动，确实有健康风险。如果您心里有这方面的顾虑，完全可以在上飞机前或者刚上飞机坐定后，就跟身边的空乘人员打个招呼。比如，您可以这样跟他说：我跟您说一下，我有点高血压，心脏也不太稳定，坐久了容易不舒服。飞行过程中，可能麻烦您多提醒我起来走动一下，或者帮我多倒2杯水，行吗？您这么一说，空乘人员心里就有数了。他们都受过严格的应急医疗培训，一旦知道您有潜在的健康需求，他们会把您列为重点关照对象，可能在飞行途中会特意多经过您身边几次，看看您的状态，提醒您活动一下，或者主动问您需不需要加水。他们甚至可能会多给您拿一个枕头，让您把脚垫高一点，促进血液回流。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吃药。很多长辈需要定时服药，但飞机上一跨时区或者一打瞌睡，很容易就把吃药的点给错过了。再或者，有些药是需要低温保存的，这些需求您一定要大方明确地提出来。您可以请空乘帮您把需要冷藏的药放到他们飞机的冷藏设备里保存，也可以请他们在特定的时间提醒您一下，或者叫醒您。您千万别觉得这是麻烦别人，恰恰相反，这是对自己生命健康的高度负责，同时也是在协助航空公司，因为他们最担心、最怕处理的就是旅客在空中突然出现健康问题的紧急情况。您提前沟通了，等于是帮助他们排除了一个潜在的风险点，所以把健康需求提前说出来，是您的权利，也是最稳妥的做法。说完了身体上的照顾，我们来聊聊最实在的，怎么节省开支。这第4个权益直接关系到您的花费，那就是票价折扣和那些隐藏的优惠。很多人固有印象里，觉得只有火车、公交车才有老年票，飞机票从来都是全价，顶多有个提前买的早鸟价。其实不然，虽然您很少在航空公司的官网首页看到明显的长者特惠标识，但在很多航线，尤其是国际长航线或者一些特定的国内航线上，是存在长者票价体系的。这个优惠幅度有时候能达到正价的一定比例，但是这种票就像它的名字一样，隐藏优惠。您在那些常见的第三方订票 APP 上直接搜索，它可能根本不会显示这个选项，或者显示得非常不起眼，一不留神就滑过去了。给大家的建议是，如果您是计划一次长途飞行，或者是一大家子人一起出行，不妨在最终付款前多做一个动作，打一个电话，直接拨打您想乘坐的那家航空公司的官方客服热线，接通后问：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如果购买 XX 号从 A 地到 B 地的机票，对于60岁以上的老人，有没有专门的老年人优惠票价，或者有没有针对年长旅客的会员折扣计划？您这么一问，客服在系统里一查，可能就给您报出一个惊喜的价格。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航空公司有自己运营的长者旅行计划，或者有针对长者的常旅客计划。加入之后，不但买票可能有折扣，累积的里程还可能有一定优惠。这些信息通常只有那些经常出行的旅客才知道，我们不常出门，很容易就错过了。另外，如果您是找旅行社或者亲戚朋友代买的机票，也一定要多叮嘱一句，帮我查查，看看有没有老年优惠票的选项。有些不那么细心的代理，为了图省事，直接就给咱们出标准的成人票，中间可能的差价或者专属优惠，就这么被忽略掉了。我们老一辈的人，该省的钱为什么不省呢？
省下来的钱到了旅游目的地，给孩子们多买件礼物，或者和老伴儿多吃一顿当地特色餐，不是更好吗？所以这个权益的核心就是买票前多问一句，这一句话可能就很有价值。在机场漫长的等待时间，也是飞行中很难熬的一部分。第5个权益就是让您这段等待时光变得舒服一点的贵宾室与舒适的候机服务。机场大厅的公共候机区大家都见过，塑料椅子或者金属椅子，又硬又凉，人来人往，广播嘈杂。我们老年人通常都会提前很多到机场，这一等就是2-3个小时。如果遇上航班延误，那更是身心俱疲。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只有买了头等舱、商务舱机票的旅客才能进那种有沙发、有热食的贵宾休息室。其实，进入贵宾室的方式比我们想象的多。现在很多银行发放的高级信用卡，或者是一些航空公司的联名信用卡，都附赠了每年若干次免费进入机场贵宾室的权益。只是很多长辈办了这些卡，主要用来储蓄或者日常消费，根本没仔细看过那份长长的用卡权益手册。这些福利就这么年复一年的没有被使用。建议您回家可以翻翻自己的钱包，看看有没有那种卡面比较精致的银行卡，打个电话给银行客服，直接问，请问我这张卡有没有附赠机场贵宾休息室的服务？一年有几次？怎么使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您下次去机场就可以凭着这张卡进入贵宾室，在柔软的沙发上休息，里面有免费的饮料、点心，甚至热饭热菜，环境安静，有些还能提供洗漱服务，让您在登机前得到放松。就算您没有这类银行卡，也别灰心，很多大型机场本身就设有爱心休息区、老年人专座或者特殊旅客候机区。这些区域通常位置比较好，椅子是带软垫的，甚至还有工作人员提供热水和简单的问询服务。但这些区域一般不会在广播里大肆宣传，需要我们主动去问。您到了机场办好登机牌，过了安检之后，先别急着找自己的登机口，可以先去机场的综合问询台，客气地问一下，您好，请问咱们机场有没有为老年人设置的比较安静舒服一点的休息区域？我年纪大了，腰不太好，想坐得舒服点等飞机。很多时候，工作人员会非常热情地给您指路，甚至亲自带您过去。有些服务特别周到的机场，还可能给符合条件的长者提供免费的茶饮或简餐。这些都是我们作为长者可以主动去询问、去享受的福利，不用真的就可惜了。第6个权益，对于要飞国际线出国探亲、旅游或者看子女的叔叔阿姨来说非常实用，那就是国际航线的特殊协助与通关便利。出过国的朋友都深有体会，下了国际航班，过海关、边防检查的那个队伍很长，经常要站着等上1-2个小时，我们这老胳膊老腿真是吃不消。其实，在很多国家的机场，对于60岁或65岁以上的外籍或本国长者，是设有特别通道的，名字可能叫爱心通道、礼遇通道或者特别通道。您下次再遇到排长队的情况，请拿着护照，直接走到那个看起来人很少，甚至没人的特殊通道口，友善地向工作人员展示一下您护照上的出生日期，或者用简单的英语说一句年长者，麻烦了。绝大多数情况下，工作人员都会心领神会，点头让您直接过去，或者指引您走旁边的快速通道，这能为您节省大量的体力和时间。另一个国际旅行的挑战是转机，有些国际枢纽机场很大，从一个航站楼到另一个航站楼要走不少路，中间还要坐机场内部的小火车，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这很有难度。这个时候，您一定要知道，您可以申请免费的机场电瓶车服务，就是那种在航站楼里穿梭、接送旅客的小车。您可以在始发机场办理登机牌的时候，就告诉值机人员，我需要在 XX 机场转机，但我腿脚不行，走不了远路，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下转机时的电瓶车协助？或者在您下了第一段飞机，刚踏入中转机场的时候，找到穿着制服的
地勤人员，直接提出请求。我需要去 XX 登机口转机，但我走路困难，可以安排一辆电瓶车送我吗？这项服务在很多机场对老人都是免费的，有些更贴心的航空公司甚至会为您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帮您拿手提行李，指引您过中转安检，提醒您时间，甚至帮您填写入境表格，直到把您安全地送到下一个登机口，或者交到接机人的手中。这对于语言不通又容易紧张迷路的老年人来说非常有用。所以在国际旅行中，该申请协助就申请，这是让旅程顺利平安的关键。飞了半天，肚子饿了，飞机上的饭合不合胃口，直接影响到心情和身体。这第7个权益就是关于吃的，餐食调整与特殊饮食需求。平心而论，飞机上的航空餐味道通常较为标准化，为了保存和批量加热，往往口味较重，蔬菜也可能不够新鲜，不太好消化。我们老年人很多都有忌口，血糖高的不能吃甜点，血压高的要控制盐分，牙口不好的嚼不动硬的食物。如果您上了飞机，打开饭盒才发现什么都吃不了，那只能饿着肚子挺到目的地，这太难受了。其实航空公司提供一项非常完善，而且是完全免费的特殊餐食预订服务，种类丰富，糖尿病餐、低盐餐、低脂肪餐、流质餐、软食餐、水果餐、海鲜餐、素食餐应有尽有。关键是这些特殊餐食通常是单独制作、单独配送的，往往比普通餐更新鲜，用料也更讲究。而且空乘分发餐食时，会优先将特殊餐送到预定旅客手中，您不用眼巴巴地等着餐车慢慢推过来。预定的方法特别简单，在您成功购买机票之后，航班起飞前的24小时到48小时，打个电话给航空公司客服，提供您的机票票号或个人信息，然后说我需要预订一份特殊餐食，例如糖尿病餐、低盐餐、软食，客服就会在您的航班预订记录里做好备注。等您登机后，空乘一般会主动过来跟您核对，请问是 X 先生女士吗？您预订了特殊餐食对吗？确认后就会把专门为您准备的饭菜送来。如果您忙忘了，没有提前预订，上了飞机才发现普通餐实在吃不下，也别忍着。您可以客气地跟分发餐食的空乘说，不好意思，我肠胃不太舒服，牙不好，这个饭我可能吃不了，能不能麻烦您看看有没有白粥、面条或者多一点的水果，面包可以给我。只要飞机上的备餐还有富余，空乘人员通常都会尽量满足长者的合理需求，让每一位旅客，特别是年长旅客吃好，也是他们工作职责的一部分。最后，我们来说说第8个权益，它更像是一个综合服务包，囊括了各种免费的额外协助和隐藏的贴心服务。这些服务体现的是航空公司对长者默许的关怀，比如飞机上的空调通常开得很足，年轻人觉得凉爽，我们老年人就容易觉得关节发冷。您可以一上飞机，刚放好行李，就向空乘要多一条毛毯，或者多要一个枕头垫在腰后。别等他们统一发放完了再要，那时候可能就发霉了。再比如，您随身带的行李如果比较重，完全不用自己费力举到头顶的行李架上，完全可以请路过的空乘或者旁边年轻力壮的旅客帮个忙，大家通常都很乐意。有些特别细心的空乘，如果您提前跟他们沟通，说自己耳朵有点背，或者老花眼看不清，他们会在进行安全演示或者播报重要通知时，特意走到您座位旁边，放慢语速再跟您说一遍，甚至把关键信息写在纸条上递给您。还有一个对独自飞行的老人特别有用的服务，行程通知。有些航空公司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就是在飞机起飞和安全落地后，自动发送一条信息到您指定的家人手机上进行报平安。这个服务有时候需要您在值机时主动提出申请。对于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发信息报平安的长辈来说，这个功能既简单又让人安心。
总之，在飞机这个相对特殊的环境里，您有任何觉得不舒服、不方便、需要帮助的地方，记住，第一时间找穿制服的空乘人员，温和地说明您的年龄和困难。您会发现，在这个以服务为核心的行业里，尊重长者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他们的操作习惯和待客之道。只要您懂得如何友善、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您就能收获比普通旅客更多的关照与温暖。各位家人朋友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核心就一句话：我们60岁以上的朋友，出门坐飞机千万别怕麻烦，别不好意思开口。刚才说的8大权益都明确写在航空公司的规定里。他们就是为了保障长者能安全、舒适、有尊严的旅行。您不去用，这些服务就闲置了；您去用，自己得实惠，也让服务有了价值，这是双赢。我们辛苦奉献了一辈子，如今理直气壮地享受这份应得的照顾，是应当的。所以，从下次坐飞机开始，请把这8大权益当作参考清单，选座登机、托运时都主动问问。上了飞机，关于饮食、健康等需求也可以提。您会发现，飞行可以变得轻松甚至舒适。希望每位朋友都能飞得安心，玩得开心。如果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请把这个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家人，让更多人也了解这些权益，别让他们继续被忽略。我是郑雅琪，我们下期再见。